还是树皮才顶饿，只有吞下这些东西，才能勉强骗过饥饿的胃。哥，你吃这个，我从狗嘴里抢来的。他竟然为了我与狗抢食！唉，前世我是顶级陶瓷大师，如今却成了御窑里最底层的窑奴。10天后就是当朝太后的大寿，必须烧制出失传已久的极品祭红釉作为寿礼。要是10天内交不出祭红釉，御窑坊上下800名窑奴，连带都更，全得点天灯陪葬。可现在御窑坊连开10窑，出来的全是一堆暗红发黑的废瓦。啊！王大人饶命！这窑里的火星太邪，小的实在摸不准啊！老东西，连个火候都看不住，火色都暗了，没看见吗？留你这双猪眼有何用？摸不准，那就拿你去天火堂，要你有什么用？觉醒技能，变财识火，可通过双眼透视窑炉，不过代价是3个月寿命。就是你了，2号窑炉。在变财识火的世界里，原本普通的青砖窑炉变得透明，我看到炉里面根本不是火焰不旺，而是底部的因为木炭堆积，导致热流受阻，局部温度已经飙升到了极其危险的临界值。哥，你流鼻血了！放过他！2号窑炉10息之内必将炸窑。这小子饿疯了吧？2号窑炉火势平稳，怎么可能炸？你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臭小子，在这儿动摇军心，敢咒我的窑，老子今天先劈了你！3、2、1。如果刚才没挪位置，我就死定了。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家祖上曾是给宫里看火霸使的，这窑里的气我用鼻子就能闻出来。大人，10天后交不出祭红釉，大家都是个死。但如果我说我不仅能看火，我还能烧出你要的极品祭红釉呢？你当真？带我去见孙管事，这泼天的富贵和活命的机会，大人想不想赌一把？王虎，你这狗脑子是被窑砖砸傻了吗？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贱奴，祖上就是掏炉灰的。他说能烧出祭红釉，你便信？公公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他连窑砖哪条缝先裂都能看出来。万一他真有偏方，能不能成？公公让我试窑便知。若成，我要脱去这身奴族；若不成，我的命您随时拿走。行，给他笔墨。前世身为材料学博士，我太清楚古代祭红釉的痛点了。铜红釉在高温下极易挥发，对窑内气氛的要求苛刻到了变态的地步。我不仅写下了基础的铜红配方，更在其中加入了精确到钱的骨灰与玛瑙碎屑。这是现代科学验证过，能极大稳定成色，增加釉面玻璃质感的秘诀。他们看懂了这张图的价值，他们要灭口，独吞这份天大的功劳。好你个胆大包天的小子，竟敢潜入咱家的宫坊，偷看咱家祖传的祭红秘费了！关进死牢柴房，等咱家3日后烧出祭红釉，拔了头筹，再拿他祭窑谢神。哥，我们是不是死定了？那些大官都是吃人的恶鬼。别怕，哥说过待你活，就一定会活。图纸是真的，配方也是真的，但是烧祭红釉讲究的是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，没有现代仪器的精准控温，没有我在关键时刻控制氧化还原反应的节点，他们就算拿到了太上老君的配方，烧出来的也只是一堆垃圾。孙管事，太后的万寿大典不容有失，你的祭红釉可备好了？回钦差大人，奴婢日夜监工，不负圣恩，这便开窑，请大人赏鉴。开窑！孙管事，这就是你向朝廷邀功的极品祭红，你是在戏弄本官，还是在戏弄太后？钦差大人饶命啊！是那个小子，是死牢里那个叫陆晨的小子，一定是他动了手脚。
配方是你写的？配方是草民写的，而且草民不仅有配方，现在就能让窑里的那些废瓷起死回生。死尸复活，荒谬至极！大人，立刻斩了这妖言惑众的畜生，免得脏了您的眼。闭嘴！死瓷复活，本官闻所未闻。你若做不到，本官判你凌迟处死，剐足3600刀。若做到了，草民只要我与妹妹的自由身，我不再理会众人的嘲笑，独自完成这最后一步。看清了，就是这里。寿元反噬吗？都给我看好了！就是现在。正如我所料，由于孙公公他们不懂微观化学反应，将通风口开得太大，进入了过多的游离氧气，导致釉面里的氧化地根本无法还原成红色的氧化二铜，反而变成了黑色的氧化地。封死所有下风口！快，砸碎10斤湿透的松木，全给我扔进火塘里！可以了。这就是现代材料学中烧制红铜的核心机密——死灰元气。在缺氧和高温的环境下，松木燃烧产生的大量一氧化碳气体，将如同饿狼一般，疯狂落朵附着在瓷器表面的液化气中的氧原子。就是现在，开上风口1寸，再开半寸，马上封窑，封骨头。装神弄鬼，窑温已降，扔些湿木头进去，只会让瓷器骤冷，还妄想烧成祭红。大人，此败已无可救药。真的是极品祭红，祖师爷显灵啊！老夫烧了一辈子瓷，临死前能亲眼见证这等神物出世，祖师爷显灵啊！鲜红欲滴，灿如秋沙，这就是太后苦寻10年的极品祭红。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这是奴婢督办有功啊！这配方本就是奴婢找来的，这小子不过是碰巧。碰巧？饶命！贪功冒进，欺上瞒下，背迫窑奴，险些误了太后千秋大计。孙守神，你这管事不用当了，即刻革职查办，押入锦衣卫大牢，由北镇护知慢慢审你是如何督办有功的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浑身骨头都要裂开了，绝不能画下。一目了然，哪怕是一个不识字的泥瓦匠，照着这图也能垒出一座好窑。你不过是个最低贱的窑奴，这种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画法从何学来？此子绝非等闲之辈。回大人，这是草民家传的透视制图法。大神的画法重意境而轻习写，看山是山，但我这画法重的是格物就制，将3维立体的器域通过固定的灭点和比例，精准地降维在2维的纸面上，失之千里。要想烧出好瓷，只能靠迂博对的精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草民陆晨。好一个陆晨！传本宫令，陆晨及其妹即日起脱去贱籍，恢复良民之身。洗干净你身上的血腥气，换身干净的衣服。工部营术司正好缺一个懂刺图的掌案主事，明日你随本官进京。小婵安全了，但眼前这个女人比那些没有的矿工头子危险100倍。换了身衣服，倒不像个掏炉灰的小子，像个落魄的书生了。马上就要入京了，你可知道那是个吃人不读骨头的地方？孙公公不过是别人养在玉虾闯的一条狗，你砍了狗的爪子，狗的主人可是会吃人的。大人既然敢带我入京，自然是不怕那位狗主的。草民如今是大人的过河组，只能有进无退。
有埋伏，协助保护大人。来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看来工部里的那只老狐狸是真的急了。小子，下辈子投胎别抢不该抢的风头。这具身体根本反应不过来，生死悬于一线。我的大脑在这一刻进入了绝对的冷静状态，辩才时务瞬间开启。热成像视野中，我没有去看那把致命的树枝，而是疯狂扫视车厢内的一切可用之物。大人，闭气，低头。撒石灰，雕虫小技。没文化真可怕，这叫物理强技。当比表面积达到极致的可燃粉时，一旦遇到明火，便会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剧烈的氧化反应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事出从传，冒犯了大人，请大人恕罪。你这书生送客倒是容易，比起我这拿剑的还要利索。那白色的粉末，明明是做糕点的精面，为何遇到炭火，竟能爆发出不业于军中震天楼的功力？你到底是对他施了什么妖法？这不是妖法，这叫格物之理。世间万物皆有其内在的结构与脾性，只要摸透了，一把面粉亦可成为屠龙的利器。大钱的工匠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而我知其所以然。如果说之前他只是个技术奇才，现在他是个能摧毁常识的盟友。好一个知其所以然！陆晨，本官现在确信，带你入京是我这辈子走过最对的一步棋。而我知道，真正的生死棋局才刚刚开始。上官嫣然为了避嫌，将我安掏进工部后便暂不露面。他留给我一句话：想在京城站稳脚跟，先得让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老家伙知道，你的牙比他们更利。这位就是那个传闻中靠着给上宫大人吹风看火一步登天的陆主是吧？细皮嫩肉的，拿得稳锤子吗？严大人到！好家伙，前一秒还趾高气扬的老工匠们，吓得如同见了猫的老鼠，齐刷刷地站起身，低眉顺眼地分列两旁。严侍郎，垄断大钱7成官营与营造生意的幕后黑手，也是那个派死士在半路劫杀我的真正主使。陆晨，陆主事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！上官大人向太后极力举荐你，说你有嘴辅神功之才，本官今日一见，甚是欣慰。我工部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。下官初来乍到，还要仰捧严大人提携。提携，那是自然。太后大怒，工部上下若不能在3日内将其修复如初，连同本官在内，英书司所有人都要掉阶衙。陆主事，你既然能让死逃冯活，这修复琉璃盏的泼天大功，本官就交给你了。这是死局，他在推我入深渊。是古代的琉璃，说白了就是含有没有大量杂质的低温铅把玻璃。但在大前朝，这件晶莹剔透的贡品就彻底毁了，太后绝对会杀人。而如果选择回炉融化重铸，古代琉璃的杂质极多，一旦重新加热，内部的金属氧化物会发生不可控的反应，颜色会彻底浑浊发黑，变成一坨丑陋的废纸。这根本不是一个任务，而是一道无解的催命潮。怎么，陆主事觉得有困难？没死在官道上，算你命大。但在这工部，我要你3更死，你就活不到5更。这琉璃盏你修也得修，不修，本官现在就以渎职抗命之罪，将你扒了这身官皮，连吃处死。这个年轻人死定了。在大前朝，这叫绝路，但在我眼里，这只是冶炼杂质分离技术为零的铁证。这些废物
根本不懂材料学的魅力。修复它，不，那太低级了。严大人误会了，下官不是觉得困难，这西域进奉的所谓无价之宝，纯净度太差，工艺实在太垃圾了，简直有辱太后的圣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东西太垃圾。3日之后，下官不仅会将琉璃杆安好无损送回，而且我会让大人和太后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毫无残质、足以照见人心的无色琉璃。锰矿粉3两！微观世界中发生了，其随着脱色剂的融入，沸腾的硫酸盐柔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纯净澄澈，仿佛一汪凝固的秋水。拿铁管来！心脏深处传来一阵阵仿佛被利刃绞碎的剧痛，这是极度透支献祭和寿元的反善。如入世界被那恐怖的微观世界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，人煞正在剧烈震荡、断裂。第一批料下，温度还不够，继续拉。没我的命令，断了风我就砍了你们。是时候了。只要加入极少量的2响光锰，它就能在高温下将2阶铁离子氧化成3阶铁离子，并利用锰自身的紫红色与铁的绿色形成光学父母，最终得到完美无瑕的透明玻璃。这就是降维打底的绝对底气。去，把我在药铺和矿场高价收来的东西拿过来，里面分别装着洁白如雪的纯净石英砂、晶莹的天然球碱，以及最关键的特色剂——黑棕色的软碱矿粉。想要烧出真正无色透明的高透玻璃，方程式简单的令人发誓：石岩砂、炯板、石灰石，再经过1500度以上的高温熔炼即可。我必须在这里亲自守住每一道火候。哥，那些坏官说天明就要来拿人，你把这琉璃杯砸得更碎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傻丫头，不报不立。那些色彩斑斓的杂质，才是他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既然你们用死穴来逼我，那我就亲手敲碎这个时代的认知天花板。大前朝的第一块人造高透的玻璃，是时候显示了。我极其熟练地卷起一团亮黄色的玻璃溶液。大前朝的工匠只会用模具浇筑含铅的琉璃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吹化法。前世，我是国家级非遗陶瓷大师，对器物线条的把控早已刻入骨髓。严侍郎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陆主书，3日之期已到，太后的琉璃缸你可修好了？若是没修好，本官今日就只能秉公执法，拿你这项上人头去平息太后的雷霆之怒了。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哼，冥顽不灵，死到临头还敢摆谱！来人，将这渎职的逆贼拿下，就地正法！太后御赐之物在此，按律杖责。你们是想造反吗？少在这里虚张声声，打开匣子！大钱的工艺究竟有多可笑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天上的水晶被挖下来了吗？不可能！这不是修复的琉璃，这到底是什么妖物？严大人，我说过，西域进奉的那种垃圾，有辱太后圣墓。此物名曰高透玻璃，来世我大钱不传之切。大人，现在您还要拿我的项上人头吗？臣工部左侍郎严嵩之有本要奏，臣弹劾营寿司新任主事陆晨，此人胆大刀天，狂妄至恒。他非但未能修复太后心爱的西域鬼品七彩琉璃杆，反而将其砸得粉碎。什么？太后的寿礼被砸了？不仅如此，这狂徒为了脱罪，竟不知从何处深山老林捡来一件透明的妖物，妄欲用这等没有丝毫色彩的劣等石头来冒充西域至宝，欺君罔上。恳请降旨，将此狂凶立即打入死牢，连吃处死。严大人，太后寿辰在即，你掌管工部，出了这等纰漏，还有脸在这里大胡？
你说陆晨有妖物欺君，本宫想问问，能让你这位见多识广的工部侍郎在偏殿里下的连话都腾说不利索？圣上，陆晨乃臣亲自举荐之才，是经世奇珍还是妖物代事？不如让满朝文武亲眼看一看。准。前世我站在国际学术最高领奖台上时，台下的目光比这更加苛刻，但我没有丝毫怯场。宣工部主圣陆晨觐见。微臣陆晨叩见圣上、太后。你说你修好了琉璃盏，呈上来。无色无斗，晶明剔透，卑鄙竟如蝉一般轻薄，却又不见丝毫杂质。这不是琉璃，这纷纷是广寒宫里的玄冰，是9天之上的神经啊！神物，绝世神物！严大人，您口口声声说这是妖物猎石，下官倒是想问问，西域那满是杂质、色彩斑驳的含铅废料，也配与我大前本土炼制的高透玻璃相去并论？您这番贬低国宝，抬高海外垃圾，到底是何怪心？臣万死，臣只是老眼昏花，未曾识得这等神物，太后明鉴啊！太后，严侍郎不仅老眼昏花，更是任人袭情，贪赃枉法。陆晨炼制此等神物，工部却百般刁难。臣已查明，工部都水利青丝商中营术司外官员，常年梗扣御窑经费，以次充好。此次西域琉璃盏中报私囊，雇佣廉价打力运输所致。人证物证皆在殿外。好，传哀家将涉事官员即刻革职，打入诏律。严嵩之御下不严，罚分3年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陆晨，你果然有办法。哀家问你，此物可还能再造？回太后，此乃微臣独下秘法，只要原料充足，莫说是一只酒盏，便是为太后打造一面巨大的水晶明镜，亦能做到。好一个水晶明镜！太后口谕：奉天承运，太后懿旨。工部营哨司主事陆晨造物有功，巧夺天工，赐金100两，良田100亩。特命陆晨独立督办内务府琉璃造办处，任何人不得插手干预，清楚。微臣领旨谢恩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彻底在这个吃人的朝堂上站稳了脚跟。凭借琉璃造办处的独立之权，严侍郎再也无法直接对我下黑手了。陆主事，你的手段比你的嘴皮子还要利落。若是没有上官大人在朝堂上的致命一击，我这玻璃再亮也照不破严大人的厚脸皮。你我2人算是天作之合了。少贫嘴，不劳国父费心。大人，这世上赚银子最快的方式就是做垄断。大前朝的第一条资本流水水要开始转动了。哥，咱们有了这些御赐的亲子，是不是一辈子都不用愁了？哼哼，咱们不仅要赚钱，还要赚富可敌国的钱。小婵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陆主事的妹妹，你是京城第1珍宝阁的大掌柜。大掌柜，我一定可以。哥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不怕。在现代化学中，让张透明玻璃变成镜子魔法叫做银镜法应。我弄来了高纯度的硝酸银、氨水和葡萄糖浆。不过是一面镜子，也敢称仙？掌柜的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，连个光都没有，莫不是怕你们的破铜镜见光死吧？铜镜岂能与仙镜争辉？夫人，请看仔细了。他竟然连我眼角纹路都照得如此清楚。这绝不是凡间之物，这简直是照妖镜，这是真正的神物。我家那面祖传的昆仑紫晴镜跟它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下水道里的烂泥。掌柜的，这面仙镜我要了，出个价！
王夫人的丈夫最近刚置办了一处外宅，养了个扬州瘦马，而且最近工部库房里的3000斤上等高岭土不翼而飞。上官嫣然说的对，京城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夜半3更，堂堂钦差女官翻窗进入下属的私宅，这若是让御史台的那帮言官看到了，大人的清誉可就全毁了。陆主事敛财的手段可比大钱国库的杜章院还要高效，仅仅1天10万两白银入账，大半个京城的贵妇都在为你疯狂。你可知如今朝野上下有多少双通红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你这座金山？财帛动人心，更何况是垄断的暴力。但他们只能眼红不敢动手，因为我是大人您亲自举荐的人，造办处更是太后亲批的，他们摸不清我的底细，更摸不清您的底细。你倒是懂得借势，但你太高调了。严嵩之虽然被闭门思过，但他那帮手下绝不会看着你做大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与其防风，不如把造风的人连根拔起。大人，我卖镜子可不只是为了几两散碎银子。昨日工部都水司王郎中的夫人为了抢一面镜子，无意中向我妹妹抱怨了一句，他家老爷最近10天每晚都调动城防营的车马往城外的私庄运送烂泥巴。知道的太多未必是福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西域诸国为了打压我大钱的通商底气，这次特意带来了一件号称天赐神物的至宝——曜变天目碗。太后下了密令，工部必须在半月后的瓮寿大典上拿出超越此物的重器。若是输了，我就是第一个记起的替罪牙。陆晨，严嵩之断了高岭面，他是在逼我死。曜变天目碗不过是偶然烧出的窑变废料罢了。严嵩之断了官土又如何？大钱的命脉从来都不在那些腐败的官僚手里。既然大人当初在御窑坊敢把身家性命压在我这个破窑奴的身上，那今天这盘死棋，嫣然，你的局我来破。狂妄！你若敢在万寿大典上搞砸了本官，第一个砍了你的脑袋。明日，造制处会多出一队禁军护卫，护好你自己的脑袋。我等你破局。西域诸国恭祝大钱太后万寿无疆。听闻大钱自诩为瓷器之邦，工艺冠绝天下。我西域虽是苦寒之地，却也偶然得天神眷顾，降下一件无上神物。这碗中有星河，老夫阅宝无数，这绝非凡间之物，这光芒是活的。哈哈哈哈！此物名为曜变天目，乃是我西域神山之火吸纳9天星辰之光淬炼而成。敢问大钱满朝文武，你们那引以为傲的御窑，可烧得出这等宇宙星河？若大钱无人能治，那这瓷器之邦的名号，我看不要也罢。太后息怒，西域蛮夷狂妄，实属井底之蛙。我大钱地大物博，能人异士辈出，岂会怕区区一只破碗？太后，此人乃天降奇才，可助我朝千秋万代。好，严爱卿不愧是国之栋梁，陆晨听旨，哀家命你主理此事。严嵩之全力配合，半月之后的万寿大典正宴上，哀家要看到超越西域禁绝恩迎至宝。若不成，你与严嵩之连同举荐你的上官嫣然同罪对柱，斩立决。太后，微臣领旨谢恩。国师大人，把一件因为火候失控偶然烧出的窑变残次品当成天赐神物，你们西域的眼皮子确实浅得可怜。你一介黄口小儿，竟敢侮辱神物！不，我是在教你什么叫真正的神物。太后，微臣不仅能烧出带星晕的曜变，微臣还会在此基础上让群星璀璨，让星河陨落。半月之后，微臣会拿出一件真正的星空曜变阵。若不能让这西域的残次品黯然失色，
微臣愿将这颗大好头颅挂在午门之上。上车，去造祭处。你疯了吗？严嵩之已经把库房里的高岭土和上等铁矿幼石全部毁了，或是转移了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拿泥巴去烧星空吗？泥巴亦可点石成金。嫣然，大钱的高岭土杂质太多，就算严嵩之不偷，我也看不上。走，带上你的人马，今晚我带你去挖一条这个时代从未见过的新矿脉。我要让严嵩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大钱的瑶师只认得白净细腻的高岭土，却不知道真正能让星辰在瓷器上绽放的，往往是那些看似有毒的废料。燃烧吧，找到了。骗财失火，极限过载，向左30步，向下挖。陆晨，你疯了吗？你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？别死！我不许你死！就算烧不出药变，我上官嫣然拼了这条命也保你离开京城。簪氏把铁镐疯狂凿砌护土，不到半个时辰便挖出了紫黑色的矿石。哭什么？我还没把那些外邦人和贪官踩在脚下。挖！立刻给我挖！挖不出东西，你们全部提头来见！大人，挖到了，不是普通的石头，是紫黑色的怪泥。说，那小东西去哪儿弄泥巴了？紫磨砂！我还以为他陆晨有通天的本事。紫磨砂里全是杂铁和毒瘤，莫说烧制瓷器，只要温度超过800度，必然炸窑，连窑灰都剩不下。吩咐下处，提4次造万处，绝不能让他们弄到1两。太后大寿之日，就是陆晨与上官嫣然的死期。陆晨，就靠这黑乎乎的泥水，真的能击败西域的星空吗？他们那叫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而我这个叫做定向合成。准备封窑吧。5，今夜点火，任何人不得靠近龙窑半步。慢着！放下！杀！一个不留，砸碎所有窑炉！离席，结阵，护窑！锦衣卫死战，绝不能让他们靠近龙窑半步。大人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严嵩之，真以为我会毫无防备的站在这里挨打？小陈，上鬼火坛，扔出去，全部砸碎在墙头上。这是什么火？不灭！我的刀！鬼火，这是地狱里的鬼火！完了，主峰相碎了，温度再往下掉，又是化不开了，1100度根本烧不出极品啊！还有补救的办法吗？有，拿命赌。你疯了！所有暗卫，给我用身体堵住那道裂缝，死也要堵住热量流失！骗财失火，给我开！还差最致命的150度，加炭，砸碎了加进去，放尾期。你说过，我的局你来破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上官嫣然从不让梦有一个人送死。陆晨，给我拉！温度到了，封窑。陆晨，你赢了吗？嫣然，等开窑，我会送你一片比西域还要璀璨的宇宙。
太后，半月之期已到，我西域的要变天目已然在此。不知大前公布所言抄起火来骗太后究竟在何处？太后恕罪，微臣这半月来日夜督促，甚至将工部最好的窑炉都拨给了陆主事。可谁知陆主事心高气傲，非要用什么自磨砂去烧窑，那可是有毒的废土啊！太后，陆臣臣狂妄自大，不令太后的万寿惊喜，更是让我大前在西域使臣面前颜面扫地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严侍郎，你果然按耐不住了。严大人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不去说书真是可惜了。死寂，大殿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今天死定了。哈哈哈哈！大前果然是山穷水尽了，看清楚了，这才是神物！你拿一堆破铜烂铁也敢来争辉？你可知大人，宇宙之中星辰也是分等级的，你那碗里不过是几粒暗淡的尘埃，而我这盒子里装的是一整条银河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神山之火1000年才能烧出一只，你这碗里的星空为何是活的？为何如此璀璨？这是幻术，你一定用了妖法！神迹，这是大前先祖庇佑天降的神迹呀！没死窑不仅没死窑，子魔竟然真的烧出了星空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西域的碗不及此物1/1000，大前的国威保住了。成了。西域使臣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你那残废品也配在大前的朝堂上犬吠？天窗上国，神迹通天，西域心服口服。国师大人，大前的底蕴不是你们这些蛮夷可以揣测的。严大人，太后大寿的贺礼，微臣已经交差了。现在是不是该清算一下你派死尸烧我龙窑、毁我风商、断我官土的谋逆之罪了？污蔑！你这是血口喷人！太后明鉴，臣绝没有做过这种事。污蔑严嵩之，这是你指使都水司倒卖官库高岭土的账册，这也是你司从驻城防营调配重型床弩、蓄养死尸的兵部密令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人证物证俱在殿外，你还要狡辩吗？冤枉！你以为你转移官库物资做的天衣无缝？王夫人甚至还想用城外一座庄子换我的第2面镜子，而那座庄子正是你们中转站。锦衣卫已经在里面搜出了带有西域王室徽基的金砖。严嵩，你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这便是你私通鞑靼的铁证。逆臣竟敢欺上瞒下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！陆晨，你这是妖孽，你不得好死！放肆！来人，将这乱臣贼子给哀家拖下去，将严嵩之剥去官服，打入死牢。明日午门凌迟处死，严氏一族满门抄斩。饶命！太后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可怜国师，你献此天目是何居心？太后息怒！太后息怒！外臣有眼无珠，冒犯天威。陆晨，你一碗星空不仅保住了大前的国威，更兵不血刃地让西域臣服，为国库充盈了10万金与3000战马，你立下了不世之功。微臣只是尽了工匠的本分，大前的脊梁是太后您的天威。好一个工匠的本分！大前若多几个你这样懂本分的臣子，何愁天下不平？传旨，特破格拔爵为正3品工部左侍郎，加封天公侯，赐马皇家科院，由天公侯全权提督。臣陆晨叩谢天恩。都哑巴了！昔日严嵩之在时，你们吃拿卡要贪墨官泥，把工部搞得乌烟瘴气。本侯今日新官上任，只立3条规矩：第一，从今天起，工部废除世袭制，能者上，庸者滚。